单防大将黄猿脚踢金星马骨。说实话，索隆现在能不能比山治强，我都不敢保证，因为山治的实力最近被尾田加强的过于逆天了，面板属性太全面，暂时想不到草帽团有哪个伙伴能全方位超过山治。自从他在和之国篇觉醒血统因子后，没有海迷再敢叫他捕猎王。想当年在庞克哈萨德和维尔哥对踢时腿骨断裂，再到德岛篇被明哥秒杀之后，在弹头岛也没什么高光表现，让海迷们一度觉得山治这2年没什么进步，已经逐渐被尾田抛弃了。然而谁都没想到，和之国篇被加强最离谱的不是船长路飞，也不是拿到新装备的索隆，而是扔掉战斗服的山治。冒蓝火的恶魔风脚让他的踢技得到了质的飞跃，13亿的肉盾奎因能顶住大妈的暴力重摔，却难扛山治的觉醒一脚。对于山治的爆发强度，金星马骨的脸也很有话语权，这还是常态下的踢技，难以想象山治的物理攻击未来还会暴涨到多恐怖的地步。实际上山治的防御力才是他最强大的底牌，我无法想象目前海贼王里谁有那个能力可以破防他。S 杀的一拳打在山治脸上就像挠痒痒，毫无威胁可言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就等于圣平的奥义无法对山治造成伤害，大妈都不敢接住的激光，山治居然可以轻松挡下大将的光弹，一旁的弗兰奇都惊掉了下巴，连黄猿本人也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。就这一脚的含金量，海军给个20亿赏金我都觉得少。当然了，冷静的头脑也是山治的一大优势，陆其反水的一瞬间，他就能立刻做出正确判断，先把卡库半吊关入泡泡盾内，暂时封住对方的行动，从而不用浪费战力和时间对付一个 CP0 成员。所以我说山治真的就是妥妥的全能型选手，输出高，速度快，防御拉满，智商和情商都在线，既是鬼岛决战的 MVP， 也是弹头岛的 FMVP。山治未来还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弹头岛最后决战看似草帽团赢了，实则输麻了，2个成就没达成，一个关键任务还失败了。未来岛篇章所有的战斗都是围绕贝加庞克展开的，草帽团从登岛之后的首要任务也是要把他安全带走，而吴老星那边的关键任务则是竭尽全力干掉贝加庞克。不过最后显然还是草帽团这边任务做失败了，贝加庞克本尊以及5名分身全部牺牲，只剩莉莉丝一人还活着。虽然他说大家都没死，但那只能理解为分身们的意识共存，老贝头的牺牲是板上钉钉了。不过在那种地狱里，草帽团还能逃出来也算是一种奇迹吧。至于2个没达成的成就，则是新的赏金和装备升级。要知道路飞一伙每离开一个岛屿，或是击败了某些 BOSS， 都会触发新的悬赏令，但是这次不一样，被打败的人是吴老星和大将。如果把这件事宣传出去，那海军和世界政府的脸面往哪放？难道伊姆和赤犬不要面子吗？所以草帽团在未来岛的所作所为肯定会被吴老星想尽办法压下去。摩根斯这边的报纸估计也会被微微阻止发放不出去，这样一来路飞一伙的赏金就不可能更新了。而第2个升级新装备的成就同样很遗憾没能达成，来了一个充满科技未来感的岛屿，明明是最有机会改造升级的地方，却没能让草帽团获得新武器。不仅如此，索隆还在这个篇章失去了霸王色，就因为突然出现一个封印霸气的新设定，大家都觉得索隆在和之国之所以能放出霸王色，其实是因为研磨残留着玉田的霸气。这么一看，草帽团来弹头岛这一趟啥事也没干成，路飞未掌握新能力，索隆丢了霸王色，全员没获得装备和赏金，最后贝加庞克还照样被干掉。本以为是必胜局，结果到头来却还是打成了尽力局。红发海贼团全员能力公布，霸气高手3人，体术大师6人，特殊能力者2人，实力最平衡的满配海贼团。副船长本贝克曼拥有极高的战斗智商，传言他的实力比肩香克斯，这也是为什么红发海贼团会被称为双黄配置的团队。贝克曼的武器是一把来福枪，可远攻也能近战，基德那条手臂就是被他废掉了，并且贝克曼还有着不输海军大将的霸气。狙击手耶稣布是在新世界声名远扬的神射手，百发百中的狙击技术搭配缠绕霸气的子弹，更是让前来挑战的敌人闻风丧胆。在这个领域，耶稣布绝对称得上是第一。厨师垃圾路体型肥胖，看似笨重，实则行动非常敏捷，腿部肌肉异常发达，是个绝对不容小觑的灵活胖子。他在战斗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大肉球滚来滚去，招式奇特又出其不意，对敌人不断冲撞造成伤害，速度极快，几乎很难用肉眼捕捉到。船医本乡不仅有着与乔巴不相上下的高超医术，在武器方面的造诣也同样很强，精通18般武器，但他最拿手的还是那根烧火棍。航海士斯内克是个擅长踢技的高手，同时也是个2刀流剑豪，感觉像是山治和索隆的结合体。不过斯内克最强的能力是他引以为傲的防御。音乐家冰治和猛士达一对配合十分默契的搭档，猴子负责引诱敌人拖延时间，光头积攒力量，最后打出强力一击。身经百战的2人至今还未输过一场对决。战斗员莱姆琼斯有着可以击落子弹的敏捷身手，精通6式之一的乐步，可以在空中自由发动攻击。他所持的武器是一把电击棍。舵手嘎布身形魁梧，力大无穷。奇怪的是，他没有吃过任何恶魔果实，但是却能在咆哮的过程中从嘴里发射出破坏力超强的光束。很反差的是，他这个人看似凶狠，其实胆子非常小，最害怕虫子和老鼠。实习船员洛克斯达是一位在新世界小有名气的剑豪，习惯挥出直来直去的剑，讨厌弯曲的刀法，性格直来直去，不怕任何人。
船长香克斯拥有持平鹰眼的剑术，不过最让敌人感到恐惧的还是他那异常强大的霸气。截至目前，只有香克斯学会了霸王色3种衍生用法的其中2种，霸蝉和剑纹杀。只要再领悟乔伊波伊的霸气封印，那么红发的霸王色就真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。弹头岛篇已经正式结束，草帽团全员赏金究竟会暴涨到多恐怖的地步？首先来看他们10个人都干了什么好事：绑架科学家贝加庞克，打败海军大将黄猿，以及 CP0 司令官陆奇，又联合巨人海贼团击退吴老星。以上哪个单独拎出来讲都是足以轰动世界的大事件。对于伊姆来说，现在草帽团的威胁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红发海贼团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就从以上这几点来预测一波草帽团每个人新的悬赏金。乌索普和布鲁克，还有纳美乔巴几人在整个篇章基本没什么太亮眼的表现，但由于跟着路飞，多多少少都能蹭到 buff， 所以他们4个人的赏金分别是：乔巴1万贝利，纳美4亿贝利，布鲁克5亿贝利，乌索普8亿贝利。涨得最多的还是乔巴，一下子翻了10倍，应该能值2根棉花糖的价格。弗兰奇在弹头岛虽然没有得到科技方面的升级和改造，但是一拳秒杀了海军中将雷德王，可以肯定他的体术得到了很大提升。那么给他个6亿贝利应该不过分吧？罗宾依旧是吴老星的眼中钉肉中刺，只要一天不抓住他，哪怕罗宾没有引起任何的麻烦和轰动，他的赏金也会不断上涨。毕竟能解读历史正文的含金量在这摆着呢。罗宾这次的赏金或许会达到10亿左右。盛平在这次的篇章中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岛上来回跑，帮队友打辅助，赏金应该不会涨得太夸张，估计能达到12亿贝利。王之双翼的赏金肯定都能突破20亿。索隆主要是打败了觉醒豹子，没用认真状态就战胜了天才陆奇。我想索隆的实力绝对值21亿贝利。山治虽然没打败什么有难度的对手，可他一脚踢歪了金星马古的脸，又挡下大将的攻击，搞得黄猿都露出了一脸不可思的表情。就看着夸张的防御力和离谱的踢技，赏金肯定能有22亿。之所以山治比索隆高，也是根据尾田岛的定律预测的。至于船长路飞，引发弹头岛事件的主谋，先后击败了陆奇和黄猿，又与吴老星对战数10个回合，这次可没有罗和基德跟路飞平分悬赏金了，所以他很大概率会有50亿贝利。上一任女帝被尾田公布出来之后，外网直接炸锅了，都说她就是路飞的妈妈。仔细看的话，两人长得确实很像，如果真是母子关系，也解释了大雄为什么会把路飞拍飞到女儿岛。当初草帽团成员被拍的岛屿都不是随机的，因为大雄去过那些地方，也调查过岛屿的人为和环境。索隆到的克拉伊喀那岛是因为鹰眼在那里，可以帮助他提升剑术。弗兰奇在机关岛也是为了提升科技能力，而路飞落入女儿岛是想让他学霸气，同时让路飞能有个庇护。况且在109卷的 SBS 上，尾田也说了大雄只能拍飞他去过的地方，说明他绝对是来过女儿岛。大雄作为龙的左膀右臂，肯定知道龙过去的经历以及他的妻子是谁。路飞的妈妈到现在都没有出现，卡普和龙也从未提及过，说明已经不在人世了，并且是一段非常虐心不愿提起的过往。巧合的是，第3代女帝托里托玛就是因为得了相思病死的，而这个病症每一代女帝都会患上，必须出海才能治愈。作为前任女帝的夏琪，就是因为跟在雷利身边才活到了现在。托里托玛的花种是剑叶兰，既是代表热情、追求光明和希望，同时也代表了思念之苦，有极大的可能由于特殊情况没办法陪在龙和路飞的身边，最后才爱而不得去世的。你不会真以为巴基是狗上4皇的吧？他之所以能当鹰眼和杀鳄鱼的老大，全是凭借这4大绝技。第一个绝技就是他的超强体术，很多人一直以来都小瞧巴基的腿脚功夫，他和现如今的3位4皇都有过交手，曾与红发香克斯在船上多次发生冲突，每次都是以平局收场，跟黑胡子打架还略占上风，甚至踢掉了对方2颗门牙。就问这一脚的含金量值不值30亿，并且他还盯着黑胡子看了3天3夜，愣是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不过最精彩的还是和路飞那场村口对决，简直可以载入史册了。第二个绝技霸王色运气，在这个群雄交锋的混乱大势之下，有人靠主角光环一飞冲天，有人靠面子果实行走天下，而巴基靠的则是他的霸王色运气独霸一方。黄猿的激光射不中，轻质的冰雕冻不死，赤犬的岩浆打不着，每次他都能在绝境中顺利逃脱。真正的幸运果实还需要想一下，而巴基连想都不需要想。第3个绝技拥有强者如云的小弟，巴基从推进城带出来了不少罪犯，而这些人之中就不乏有曾经叱咤风云的大海贼。除此之外，他的6位亲信也都有着不容小觑的实力：辣哉三哥、小妈亚尔丽塔、银狮子利基、万兽魔奇、鸟眼卡巴吉。就问你这个阵容配置够不够豪华？第4个绝技洛克斯的血脉，巴基和红发是在同时期被罗杰收养，都是在神之谷被捡到的。现在红发的身世已经有着落了，是天龙人的遗孤，那么巴基则有可能是洛克斯的孩子。2个人有太多相似之处，巴基的野心和欲望很大，不愿意臣服任何人，只想自己当头，并且巴基有王者魅力，能吸引强者为伍，这也是洛克斯拥有的。巴基还极有可能隐藏了第5个绝技，那就是果实觉醒。我想只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他才会摊牌吧。尾田正式公布被艾斯击败的猿王下期无海，曾是凯多的合作伙伴，也是砍掉泽法手臂的真凶。就在刚刚更新的海贼王109卷 SBS 专栏里，尾田公布了一位从来没有登场的元气无海，名为哈内夫扎，绰号蜥蜴之王。
身高和卡尔一样都是5米多，是个喜欢狩猎古代种恶魔果实的人。前几期漫画里萨坦提到的被艾斯干掉的七武海就是这个家伙。他被除名之后，大雄就顶替了上来。不过哈奈扎夫的实力并不简单，他就是砍掉泽法手臂的罪魁祸首。剧中给出过线索，是个能力者，并且用的武器是刀。根据时间线来分析，他确实有在场的嫌疑。再加上艾斯的官方小说里有提到他是个能力者，并且是个使用霸气的高手，而哈内夫扎的2把武器有1把是镰刀。从这几点来看，可以实锤他就是砍伤泽法手臂，杀害所有新人海军的真凶。而这个家伙还和凯多有着一层关系，凯多的爱好就是收集动物系古代种恶魔果实，哈内夫扎就是专门负责干这事的。他的名号也代表一种扑克牌花纸，估计和明哥一样都是在为凯多办事，属于合作伙伴。百兽海贼团有这么多古代种恶魔果实，应该都是哈内夫扎收集来的吧。前几期 SBS 有说过乌尔提姐弟俩的父亲就是海贼，并且和凯多是好朋友。他们的父亲死后，凯多才收养了姐弟俩，很可能乌尔提和佩吉的父亲就是哈奈扎夫。艾斯和路飞不愧是兄弟，凯多一共就2个合伙人，还都被他俩给干掉了。明哥真的很弱吗？众多强者给出一致评价。明哥被路飞打败之后，凯多第一时间看到报纸嚎啕大哭，并说到可怜的 Joker， 这都是因为你太弱了。表面看是在为明哥鸣不平，实际是暗讽他实力不行。鬼岛一战，杰克被猫狗击败后，凯多却没说他弱，反而安慰道：“你不弱，只是他俩太强了。”由此可见，在凯多的心里，他是真瞧不上明哥，甚至觉得杰克的实力都比明哥要强。其实也能理解，毕竟杰克才28岁，还是个年轻小伙子，有很大的上升空间，而明哥已经41岁了，再怎么提升实力也难有较大的进步。大妈在得知击败明哥的路飞来到自己地盘后，很不屑地派出了三江星饼干人。显然，他觉得就算能把明哥击败的超新星，实力也绝对不会强于克利贾，不然大妈早就派出卡尔或者斯穆吉去教训路飞了。事实上，大妈还真没小看人，4档压着明哥打，克利贾压着4档打。当年顶上战争的时候，明哥多次邀请老沙联手，可都被无情拒绝了。对方还嘲讽他没资格和自己平起平坐，当个小弟倒是可以。接着老沙转头就找鹰眼创立了十字工会，这就很尴尬。同样是元帅，战国对女帝的评价是很强，而赤犬对天夜叉的评价是区区一个多弗朗明哥。由此可见，无论是四皇还是大将，又或是同级别的七武海，都不太看好明哥的实力。不过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怪尾田。在98卷的 SBS 专栏里，明哥初期的设定是和之国的小 boss， 他的代号 Joker 是扑克牌中的小王，地位比 KQJ3 灾要大。但是尾田觉得他的能力还是放到德岛篇更合适，于是大妈接替了明哥出现在了鬼岛。可怜的明哥只能沦为路飞闯入新世界的第一个经验包。随着版本不断更新，他的实力也就显得越来越弱，逐渐沦为战力计量单位。如果路飞的梦想是成为海军王会怎样？12年前的路飞由于受到卡普的影响，果断拒绝了红发邀请当海贼的提议。气急败坏的香克斯与山贼王联手绑架了路飞，并将他扔进海里喂鱼。好在赤犬在附近海域进行演习，他看到拼命呼救的路飞后，果断跳入海中，最后以一条手臂的代价救下了路飞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路飞对眼前这个大叔越来越崇拜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他决定要当一名海军。在赤犬离开时，把前任海军王的帽子送给路飞保管。多年后，17岁的路飞正式开启海军征程，一路上他击败一个又一个强敌，很快便从一名普通士兵升为了准将。而艾斯和萨博也都加入了海军。三兄弟成长速度很快，但卡普告诉他们 ，DNF 手游将在5月21号上线，大家敬请关注。由于三兄弟缺乏战斗经验，霸气方面的掌握度不够熟练，所以每天都要接受爷爷的魔鬼式教导，训练量是其他海军的数十倍甚至是100倍。就这样，经过2年的修行，路飞当上了 G1基地的中将，距离实现海军王的梦想也只差一步。在这之后，路飞变得更加努力，总是主动请缨接下最危险的任务。在最后的大战中，三兄弟一起击败了淫贼王袍之助，艾斯和萨博成为了海军大将，而路飞也当上了海军王。